爱尔兰是位于欧洲大陆西北边缘的一个岛屿。爱尔兰最早人类存在的证据可追溯到约33000年前。由于当时的海面比较低，爱尔兰通过一条地峡与苏格兰相连，而苏格兰通过另一条地峡与欧洲大陆相连，因此人类可以直接从陆路到达爱尔兰。公元前7000年左右，一批猎户从大不列颠岛来到爱尔兰岛，他们成为当地最早的定居者。公元431年，小群讲凯尔特语的人逐渐渗透到爱尔兰。凯尔特文化与土著文化逐渐融合的结果，导致了盖尔文化在5世纪的出现。现今的爱尔兰语就是凯尔特语与当地语言融合的产物。约公元前150年左右，爱尔兰至少出现了5个由凯尔特文化主导的王国。在这些王国中，最有权势的是德鲁伊教僧侣。在当时，他们具有科谕国王匹敌的权利。随着罗马的崛起，罗马人将凯尔特人赶到了不列颠岛西部和北部。在英格兰站稳脚跟后，一些专家推测，罗马支持的盖尔人军队甚至可能是罗马正规军，在公元100年左右发动了对爱尔兰的进攻。由于史料的缺乏，爱尔兰与罗马帝国的关系至今仍是个谜。公元1000年的中叶，爱尔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许多曾经强大的王国和民族消失了。为了生存，一些沿海的爱尔兰人当起了海盗。或许正是那些从英国或高卢偷来的富有雇佣兵，爱尔兰人首次接触到了基督教。根据中世纪早期的说法，圣帕特里克将基督教带到了爱尔兰。尽管有证据表明，在圣帕特里克到达爱尔兰之前，基督教已经在该地传播，但圣帕特里克仍被誉为爱尔兰最主要的守护神。圣帕特里克用拉丁语撰写的自传忏悔录是最早的爱尔兰历史文献。相传他还引入了拉丁字母。此后，爱尔兰进入有文字书写的历史时期。随着新的信仰的普及，修道院在爱尔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得益于远离战场，这些修道院将许多拉丁语文献保存了下来。欧洲各地被吸引的学者进一步促进了爱尔兰在彩绘手抄本、金属加工和雕塑领域的蓬勃发展。公元7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瘟疫给爱尔兰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创伤。维京人涉足爱尔兰就发生在这一时期。爱尔兰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维京人袭击发生在公元795年。这些早期的袭击打断了爱尔兰基督教文化的黄金时代，标志着2个世纪间歇性战争的开始。公元852年，维京人在都柏林湾建立了一座堡垒，这就是现今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经过几代人的共存和通婚，一个拥有爱尔兰和挪威混血血统的群体出现了。1014年，爱尔兰国王布赖恩·伯鲁在克隆塔夫战役中击败了维京人，从此维京人在爱尔兰的势力开始衰落，但维京人建立的城镇继续繁荣，贸易成为爱尔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12世纪，爱尔兰陷入了群雄割据的状态。英国趁此时机占领了爱尔兰东部诸国。之后，英格兰国王亨利将爱尔兰领主的头衔授予他的小儿子约翰。当约翰意外地继承了哥哥的王位，成为英格兰国王后，爱尔兰领地就直接归英国王室管辖。此后，英语逐渐取代爱尔兰语，成为爱尔兰上层社会流行的语言。当时，爱尔兰东部沿海被诺曼人控制，整个13世纪，英国的政策就是削弱诺曼领主在爱尔兰的权利。1261年，菲宁麦卡锡在卡兰战役击败诺曼军队后，领主之间为了争权夺利，爆发了长达1个世纪的战争。由于1315年苏格兰的入侵与随之而来的大饥荒，以及14世纪40年代黑死病的爆发，爱尔兰领主的地位开始衰落。到15世纪末，英国在爱尔兰的中央权力几乎消失殆尽。从1536年起，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决定重新征服爱尔兰。1542年，亨利八世在爱尔兰议会上宣布自己为爱尔兰国王。经过多轮征战，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英国完成对爱尔兰的吞并。爱尔兰王国与大不列颠王国合并后，英语迅速取代爱尔兰语，成为爱尔兰的主要语言。为了控制爱尔兰东北部6个经济发达的郡，英国不断从英格兰向该地迁入新教徒。新教徒在英国的支持下，圈占了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土地。爱尔兰岛东北部逐渐成为新教徒比重最高的地区。
英国采取的包括戒严在内的强制手段，加剧了爱尔兰人民对英国统治的不满。因此，英国人未能让爱尔兰天主教徒皈依新教。17世纪也许是爱尔兰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1641年，爱尔兰爆发了长达11年的反英战争。天主教士绅曾短暂地以邦联爱尔兰的身份统治该国。克伦威尔代表英联邦重新征服爱尔兰后，爱尔兰约有一半的人口被杀害或被流放为奴隶。作为对叛乱的报复，爱尔兰天主教徒拥有的剩余质量较好的土地被英国强制没收。光荣革命发生后，爱尔兰站在了失去英国王位的詹姆斯2世一边。由于寡不敌众，詹姆斯最终战败。战后，爱尔兰精英为了避免严重的经济和政治惩罚而改信新教。在此期间，爱尔兰名义上是一个拥有自己议会的自治王国，实际上它是英国的附庸国。当时，爱尔兰的森林被彻底砍伐，木材用于供应给皇家海军和炼铁业。由于欠收，1740年，爱尔兰出现了饥荒。直到18世纪80年代，爱尔兰普通民众仍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尽管如此，与前2个世纪相比，得益于相对和平的环境，爱尔兰人口增加了1倍，超过了400万。到了18世纪末，许多爱尔兰新教精英已将爱尔兰视为自己的祖国，并对伦敦的忽视感到愤怒。亨利·格拉坦领导的议会派系呼吁与英国建立更有利的贸易关系，并争取爱尔兰议会拥有更大的立法独立性。然而，爱尔兰的改革因更激进地赋予爱尔兰天主教徒选举权的提议而陷入停滞。这时候，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爱尔兰律师格拉坦趁此良机发起了志愿兵运动。英国害怕后院起火，于是在1782年授予了爱尔兰独立的立法权。1791年，一群不满于现状的新教徒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后来的爱尔兰人联合会。他们最初试图改革爱尔兰议会，从而取消对天主教徒的限制。当他们的理想无法实现时，他们决定使用武力推翻英国的统治。他们的活动导致了1798年的爱尔兰起义。该起义遭到了血腥镇压。为了永绝后患，1801年，英国废除了爱尔兰议会，爱尔兰由此成为英国下辖的郡县。随着世纪的推移，英国议会和内阁分别取代君主，成为政府的立法和行政部门。因此，在爱尔兰，首席秘书变得比郡尉更重要。1829年，英裔爱尔兰政治家阿瑟·维尔斯利以辞职相威胁，成功争取到爱尔兰天主教徒获得英国下议院席位。然而，大多数天主教农民并未因此摆脱向爱尔兰新教教会缴纳11亿税的义务。这导致了1831年11税战争的爆发。为了维护农村地区的治安，爱尔兰皇家警察部队应运而生。在19世纪，爱尔兰经济结构很单一，农业生产以土豆为主。土豆最早起源于美洲的印加帝国，是印第安人常吃的主食。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土豆的身影随着频繁的国际交往出现在世界各地。起初，欧洲贵族们只通过种植土豆来欣赏它结出的花朵。欧洲农民基于土豆根茎长期埋在地下，认为吃这样的东西相当于与控制地下的撒旦打交道。1740年冬天，欧洲受到了寒潮影响，极端天气使得小麦减产。荷兰商人于是将土豆当作试验品种植，结果土豆优秀的耐受力和优良的口味使人们对它好感大增。直到今天，俄国人还称土豆为荷兰薯。从16世纪土豆传到爱尔兰后，不到1个世纪的时间，土豆便成为爱尔兰人不可或缺的主食。公元1845年8月，爱尔兰岛上的气候突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年，爱尔兰岛夏天的温度比同时期的平均温度低了7度之多。之后，一种能引发马铃薯晚疫病的真菌进入了爱尔兰。这种病菌依靠植物的孢子和花粉为载体进行传播。感染了这种病菌的作物，叶子会逐渐发霉腐烂，随后根茎也会跟着感染。这样一来，病毒不但会寄生在已死亡的植物体内，还会进一步污染邻近的土壤。短短几天之内，爱尔兰岛上的土豆田野内到处都是枯枝散叶，空气中弥漫着土豆腐烂的臭气。这意味着爱尔兰人最重要的食物土豆几乎绝收。要知道，美洲原住民在种植土豆的时候，常常会把2种不同品种的土豆放在一起耕种。
这样一来，一旦遇到病害，土豆便会因品种的不同而减少相互间的传染。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并未传入爱尔兰。在马铃薯晚疫病菌侵入爱尔兰的第1年，共有大概40%的土豆遭到了毁灭。由于缺乏相关知识，爱尔兰农民在次年又将更多的土豆种子投放在已经遍布着病毒的田地里。第2年，更惨烈的马铃薯病害再次袭来，幸存下来的土豆不过10%，根本无法满足800万爱尔兰人的饮食需求。雪上加霜的是，爱尔兰当时残存不多的健康作物还被按照约定运往港口，供应给英格兰人充饥。当时，英国每年都从美洲进口大量粮食，其中一部分就从爱尔兰港口转运到英国本土。可是，英国舍不得将这些粮食分给陷入饥饿之中的爱尔兰人。当灾情变得更加严重时，有一艘装载有救灾玉米的船只运到爱尔兰。爱尔兰人想得到这些救灾玉米。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莫希德闻讯后，打算向爱尔兰灾民捐款1万英镑。维多利亚女王不希望别人超过她捐的2000英镑，所以维多利亚女王要求阿卜杜莫希德捐1000英镑就可以了。无奈下，阿卜杜莫希德只好在捐了1000英镑后，另外买了3艘船的粮食，悄悄地运到爱尔兰。在英国的冷漠下，爱尔兰大饥荒愈演愈烈，在5年时间里，大约饿死了100万人，这占据爱尔兰总人口的约1%。为了求生，爱尔兰有100多万人逃离了家乡。这些出逃的爱尔兰人大部分涌入美国，由于目不识丁，爱尔兰人备受美国人的歧视。当时，一名美国官员甚至说，爱尔兰人如同摧毁罗马帝国的蛮族一样涌入美国。如今的美国约有4000多万人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美国的爱尔兰裔成为仅次于德国裔的美国第2大民族。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爱尔兰裔的精英充斥着美国的各阶层。爱尔兰大饥荒的惨剧深深烙印在每一个爱尔兰人的心头，并由此诞生了2大政治组织取消合并协会和爱尔兰联盟。这2个联盟想趁欧洲1848年革命的时机发动起义，结果因准备不足而被英国镇压。随后兴起的分离党以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为目标。尽管民族主义主导了爱尔兰的政治，但主流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反对激进的做法。到1912年，爱尔兰追求自治的强烈声音让英国下院通过了爱尔兰自治法案。英国保守党人利用爱尔兰新教徒不满的情绪，组织武装力量对付自治活动。就在双方要准备开战时，一战爆发了。1916年，同盟国和协约国在西线战场展开残酷的拉锯战。潜藏已久的爱尔兰共和派兄弟会和市民军在当年的复活节于都柏林发动起义，他们暗地里从德国购买了武器。就在爱尔兰志愿军首领罗杰·凯斯门特准备接应德国军火杀案时，被英军发现了。英国政府随即派遣2万英军包围了都柏林。镇压起义所用的暴力导致了爱尔兰人民对英国统治的不满。一战结束后，主张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的新芬党在爱尔兰议会获得多数席位后，他们于1919年1月21日宣布爱尔兰独立。由于英国采取了较为严密的防范措施，一定程度上阻断了爱尔兰国民大会和基层的联系，因此爱尔兰志愿军转化后的爱尔兰共和军的规模一直不大。面对装备精良的英军，爱尔兰共和军只能采取游击战。英军为了搜寻共和军，于是组织了由英国老兵为主体的黑松部队。他们到达爱尔兰后，展开了无差别攻击。英军的暴行让更多的爱尔兰民众支持共和军。随后，英国政府尝试在爱尔兰共和国和6个郡组成的北爱尔兰分别建立自治议会。北爱地区的新教势力同意这一主张，但共和派表示反对。这其实是英国在故意将爱尔兰人的怒火从英国引向爱尔兰岛内部，挑动他们的内战。在爱尔兰人的不断反抗下，1921年12月，新芬党谈判代表和英国政府签订合约，规定南爱尔兰地区的26郡独立成为自由邦，而北爱尔兰的6郡仍旧属于英国领地，由亲英的新教徒势力掌控。这个把北爱尔兰分裂出去的条约引起了共和军内部的不满，一些激进的士兵甚至攻占了都柏林的法院。当爱尔兰的两派打起内战时，
反签约派的共和军强迫民众同自己站在一起，这就让更多的民众站在了同意签约的一方，使得反签约方最终失败。1922年12月6日，爱尔兰自由邦正式成立。1937年，爱尔兰国家成立，但仍然留在英联邦内。到了1949年4月1日，爱尔兰宣布建立共和政体，同时爱尔兰退出了英联邦，并在6年后加入了联合国。此后，英国全称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改成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爱尔兰能够在虎视眈眈的大英帝国手里独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英国经过2次世界大战，国力大为下降，实在难以像以前那样采取果断的军事手段镇压爱尔兰独立运动。为了报复爱尔兰的独立，英国对爱尔兰采取了贸易禁运措施。爱尔兰独立后，爱尔兰经济长期以农业为主，在普遍工业化的西欧地区，爱尔兰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英国的遏制措施使原本浓烈的爱尔兰民族情绪更加高涨，很多经济政策为此主打本土牌。因此，爱尔兰长期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但用本国产品取代进口的做法收效甚微。当时，美国为了与苏联对抗，拉拢西欧国家成立北约。爱尔兰因为北爱尔兰问题没有加入北约，选择了中立。中立的爱尔兰符合英国的利益，这为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条件。20世纪60年代，随着西欧各国经济的恢复，联合成为了西欧各国共同的心声。1973年，爱尔兰加入欧洲共同体后，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爱尔兰裔总统里根的推动下，诸多高科技公司将欧洲地区的总部设在了爱尔兰。爱尔兰政府趁势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从过去的农业国转变成为以高新科技为主导的国家。从90年代中期开始，爱尔兰将企业所得税大幅下调至 12.5%， 爱尔兰由此成为发达国家中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21年，爱尔兰的人均 GDP 高达10万美元，居世界第2位，仅次于卢森堡。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爱尔兰人口的增长。爱尔兰从人口输出国变成了人口输入国。